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第3大城市布里斯班。这里拥有美丽的黄金海岸。一位来这里度假的年轻少女沃伦娜，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28岁的年轻小伙盖博。两人见面后聊得还不错，决定到盖博位于黄金海岸的公寓里共度良宵。却没想到一场惨剧即将发生。二人由约会、醉酒、争吵、尖叫，到最后沃伦娜从14楼的公寓坠下，当场失去了生命。随后警方抓捕了盖博，并起诉了他，却在他提供了一段录音后又被无罪释放了。那么沃伦娜的死亡是酒精作用，还是盖博残忍终结了他的生命呢？这天晚上，在位于14层的公寓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2014年8月，美丽的黄金海岸迎来了一位26岁的新西兰游客，名叫沃伦娜·莱特。他应邀来参加好友的婚礼，顺便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度过一个为期2周的假期。2014年8月7日，这天他来到了海边，也许是无聊，他打开手机，点开了里面的社交软件 Tinder。这个 Tinder 是一个陌生人社交软件，国内的探探就是模仿的 Tinder。这个沃伦娜就在软件上结识了28岁的澳洲本土小伙盖博·托斯蒂。盖博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，他喜欢通过社交软件结交女性，并称扬言说与180多个女孩过过夜。沃伦娜与盖博在网上聊得十分开心，当晚8点45分，二人相约见面了。他们先到酒吧喝了一些酒，之后去便利店买了6罐啤酒，便去了盖博位于黄金海岸的公寓，并自制了一些伏特加。沃伦娜给新西兰的妹妹发信息说自己遇到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小帅哥，随后给妹妹发了2人的合照，却没想到这是妹妹最后一次见到姐姐。盖博的家住在14楼，当晚凌晨，邻居听到女人的尖叫声，出来查看时，竟看到沃伦娜挂在14楼的阳台上，当场吓了个半死。还没等他从惊恐中反应过来，沃伦娜直接从14楼的阳台摔了下去，躺在血泊中，没有了心跳。那么为什么沃伦娜好端端的会从楼顶掉下来？在短短的数小时内，她和盖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公寓里只有2个人，盖伦当时是警方的首要怀疑对象，警方抓捕了他，并起诉他谋杀。可他一直坚持自己无罪，并拒绝媒体的一切采访，并且就这么一直僵持了2年的时间。就当大家都认定盖博是杀害沃伦娜的凶手时，他却打破了以往的沉默，召集记者开了一场公开的审讯，并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长达139分钟的录音。这个录音究竟记录了什么？可以让他彻底扭转不利的局势吗？原来花花公子盖博经常在与女人们约会时喝得酩酊大醉，失去记忆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为了以防万一，他养成了录音的习惯。每当他与女人们约会时，都会拿出手机按下录音键，这能让他在自己断片后知晓当晚都发生了什么。从公布的这139分钟的录音来看，2个人在约会的最开始还放着背景音乐，说明此时2个人的心情都还十分愉悦。Do you want me to walk you back home or? No, come on, no, don't be like that. Just have a good day. 但随着酒精逐渐的蔓延，也许沃伦娜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开始变得急躁。凌晨1点35分，屋子里的气氛发生了改变。沃伦娜因为找不到手机而变得焦躁，她冲盖博发脾气，指责盖博偷了她的手机。 That's your bag there, isn't it? Yeah, but where's all her shit? Where's my fucking shit? Like what? Fucking! I will fucking destroy your jaw! It's not fucking funny! 随后沃伦娜拿起屋内装饰用的石头丢向盖博，并用望远镜砸向他。 What do I have to do? Oh! I don't understand. Oh! What? I don't understand, Jack! Alright, I'll bow down. 随后盖博抓住了沃伦娜，并警告她停下来。 That's really fucking... That's enough. That is more than enough.
凌晨2点15分，两个人在屋子里面扭打了起来。盖博选择了离他最近的阳台，把沃伦娜关在了阳台里，不让她进屋。沃伦娜连说33声 no 来祈求盖博不要这么做，并要求盖博放她回家。被关在阳台的沃伦娜想要逃离，试图跳到13楼的阳台，这也就是楼下的邻居在听到有女人尖叫，想要走到家中阳台查看时所看到的这一幕。凌晨2点20分，非常不幸，沃伦娜坠下了楼去，她的叫声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。在意识到沃伦娜坠楼的瞬间，盖博也懵了，他不断地喘着粗气。5分钟后，大楼的视频监控捕捉到这样的画面：盖博并没有从公寓大门离开，而是绕到公寓的停车场后离开的。他先是一个人游荡在黄金海岸的大街上，后来又去了披萨店买了一份披萨，坐在长椅上吃了起来。大约凌晨3点多，盖博回到公寓，此时警方已经将公寓围了起来。凌晨3点23分，盖博拨打了父亲的电话，跟父亲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 Hello, Dad. I might have a bit of a situation. 他跟父亲说，沃伦娜的死和我没有关系，并给律师打了一通电话。父亲带他去警局自首，在律师的建议下，盖博给警方查看身上由沃伦娜造成的伤口，试图来证明他与沃伦娜的坠落并无关系。在他被指控谋杀沃伦娜时，他的父母为他交了保释金，他得到了保释。2年后，盖博迎来了6天的审判。法官指控盖博虽然没有把沃伦娜扔出阳台，但盖博的2人激烈的争吵中威胁沃伦娜，因此让沃伦娜认为从盖博家的阳台爬走是他唯一的选择。随后，盖博的律师声称，我当事人曾多次要求沃伦娜女士停止向他扔石头，无可奈何下才将沃伦娜女士推到阳台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允许使用合理的武力来保护自己的。之后，盖博的辩护律师指出，录音中盖博曾多次要求沃伦娜冷静下来，你是无理由的打我，可沃伦娜却说我是不会冷静下来的。盖博楼下的邻居告诉法庭，在凌晨2点半前听到很吵的声音，向外看去就看到了沃伦娜在阳台上爬，并听到盖伦叫沃伦娜爬回屋里。之后，沃伦娜在我面前掉了下去。沃伦娜的律师指出，在他坠楼后，盖博想避开大家的视线，绕到停车场离开，在大街上闲逛，又去买了披萨，最后给他的父亲和律师打电话。这一系列的行为显然有些异常。随后，盖博回应说，从停车场绕行是本能地感觉到害怕，去买披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使他感到很惊慌，吃能缓解他紧张的情绪。而在街上闲逛，是因为他当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感到不知所措，最后他选择了向父亲述说晚上的经历。法医的报告中显示，沃伦娜身上有80处伤口，伤势非常严重，但在她坠楼之前没有受到危害的迹象，并指出她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合法驾车限制的3倍，而盖博身上也有几处擦伤的痕迹。盖博的辩护律师指出，沃伦娜根本没有判断当时的情况就从阳台爬下。通常人面临对生命有威胁性会有应激的反应，而在本案中并没出现这种情况，而是当事人盖博想要终止争吵才把他关进了阳台。这是场不幸的悲剧，但不是误杀，更不是谋杀。法官告诉陪审团，你们必须考虑盖博的行为和沃伦娜决定从阳台爬走的行动，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？比如，盖伦是否对沃伦娜做出了威胁行为？这种行为是否导致了沃伦娜从阳台爬走？这些关系是否足以证明盖博要对他的行为负法律责任？最后，陪审团花费4天的时间判定盖博谋杀和误杀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
被无罪释放的盖博·托斯蒂改名为埃里克·托马斯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换了新名字的盖博注册了新的社交账户，仍然活跃于网络上，并且发生了一件非常狗血的事情。就在此事件发生不久之后啊，盖博又结识了一位新女友，居然还是新西兰人。在盖博审判期间，新女友也一直陪伴在盖博家人的身边。他还因此上了澳洲的电视节目，称男友体贴入微，是个好男人，说将来两人有打算一起去新西兰发展。很快就有人挖出他还在网络上为盖博辩护，他认为沃伦娜是一个自恋的醉鬼。今天讲述的案件并不复杂，荷尔蒙过剩的年轻男女在度假胜地相逢，一个是当地出名的花花公子，一个是参加朋友婚礼后百无聊赖的寂寞女子。两人通过约会软件一拍即合，共度良宵。此案件只有2个当事人，一个是杀人疑凶，一个已经身亡。如果没有一份长达139分钟的录音，盖博百口莫辩，没人知道沃伦娜是如何走上阳台的，也无法证明沃伦娜是自己跳下还是被盖博推下去的。随着时代的开放，不少单身男女都注册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社交软件，有的人结交了朋友，有的人成为了受害者，有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。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案件，能给沉迷于社交软件的男生女生提个醒，请睁大双眼，保持一颗警惕之心。爱情的确很美好，但也要清醒面对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